怕什么来什么，美国基建全球卫星群打不过中俄，只好穿上铠甲。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肖云华，欢迎收看云华观点。高超音速武器是美国人的瘾头，眼看着俄罗斯的高超音速导弹在年底前就能在海军服役，自己的却还在试验中，只能转而开始建立导弹防御系统。今天我们就聊聊这个话题。高超音速武器是指飞行速度超过6倍音速的武器，它的性能卓越，航程远，能够快速打击远程目标，是航空史上第3次革命性的成果。这当然是各个大国争相研制的新型武器。几年来我国首度公开了全球首款实用性高超音速武器东风17，这可是让研究了多年仍不得其法的美国人感到羡慕嫉妒恨。多年以来，美国不断在高超音速武器研究领域加大投入，但始终收效甚微，研发进度不仅落后于中国，还落后于俄罗斯。据媒体报道，俄罗斯方面声称锆式高超音速导弹将在年底前入列俄罗斯海军服役，而且俄罗斯还在研发一种可以携带高超音速弹头的舍文10弹道导弹。这种超级武器的首要目标就是航母。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已经宣布，首套萨尔马特洲际导弹系统将在今年底前投入战斗值班。这套系统可以携带10到16枚各种威力的弹头，包括先锋高超音速弹头，将会成为今后俄军核盾牌中最强大的导弹。这一切都给了美国极为强烈的刺激。可美国的高超音速武器在多次试验失败后，才刚刚取得部分阶段性成果，成功试射了 AGM-183A 空射高超音速武器助推器。这怎么能不令美国感到紧张呢？万般无奈之下，美国只能先给自己穿上铠甲。美军宣布将花费13亿美元组建全球卫星群来追踪高超音速导弹，并且在2025年之前将相关卫星送入轨道。美军要组建的这个全球卫星群是一个导弹预警系统，由28颗卫星组成，能够帮助美国及其盟友避开危险。虽然我们可以预见的是组建这样一个全球卫星群并不是美国应对高超音速武器的全部办法，但这已经将美国的焦虑暴露无遗。尤其是当美军太空司令部司令声称加强导弹的预警和跟踪系统已经成为了美国最优先的任务。所以美国的这项计划彻底暴露了美国人的小心思，将战略焦虑和战略路线传递给盟国，忽悠盟国一起来掏钱，这样既给自己省钱，又能把盟友更好的团结在一起。一方面，美国特别向英国介绍了这项太空资产的重要性，能够为地面部队提供实时的信息，让西方领先于全球威胁。虽然这个信息在任何军事行动中都极具价值，但就这样直白的说出来，完全就是商业推销。可见美国和盟友一直把战争当作生意来做，根本不在乎其中是多少条人命。另外一方面，美国还将自己的盟友分成3、6、9等，比如英国就可以尽早获得美国的共享信息，而日本呢，则需要自己掏钱才能融入整个作战体系。似乎美国人知道，只有这样，那些想要积极抱美国大腿的国家才会更加主动的掏钱，给美国节省一大笔的资金。总的来说，这个全球导弹跟踪卫星群和之前的太空轨道战星链计划一样，都是美国想要继续维持自己在全球霸权的老剧本。而对于我们来说，敌人怕什么，我们就发展什么，这才是遏制美国霸权主义的最好的办法。
现在美国已经紧张了，而我们只能要继续发展高超音速武器，乃至可以摧毁卫星的武器，我们就可以对美国的太空军事化釜底抽薪，将反霸权主义事业进行到底。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留言交流，下次见。